小弟，皮蛋粥，再给我1碗。啊，吃的。啊，没有了，1碗皮蛋粥。今天是礼拜天早上，才出的出来 morning walk， 走走，带大家去走走一下。今天呢是星期天，早上2月28日8到9点。今天的天气呢非常晴朗，所以早上呢早呢，当孩子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就跟我的太太呢一起来这边走走，步行一下。这条路呢从我家呢直接走下去，会经过中国花园，然后到科学馆，然后一路到那个Jurong East的巴士总站那里去吃早餐。所以你们看我的这个视频呢，我会把它播得比较快一点，走得比较快一点。那么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闷，所以呢，我就柴叔呢在这里呢跟大家边走边聊。所以这条路呢是我跟我的太太呢一起的来走这条Jurong Town Hall Road。地铁路线就在前面而已。现在我们要过这个马路，就到那个中国花园的那个草场那里。这里呢是十字路口，很早就很多车了这里。这边的地铁站呢就是 Chinese Garden MRT Station， 离我家呢走过去呢5分钟而已，很靠近。所以我们常常来到这个草场这边散步啊。以前呢就陪孩子呢在这个草场那边玩球啊，放风筝啊，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这个中国花园呢目前呢已经关掉了，不能够进去啊。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呢，他们也在那个中国花园那边呢做很大的装修。原本这个地方呢，他们是要建那个马来西亚的高铁呢，能够直接进到 Chinese Garden， 然后到 Jurong East 这里来。但是由于马来西亚的高铁呢已经宣布呢不建来了，所以暂时呢这个工程呢又延误了一段时间了。平常呢，我们都会搭脚车来这个地方，草场的地方。这条路呢，可以进去里面中国花园那边走走、散散步。好，现在就是跟我太太一起走走了。和我的爱人出来外面跑步。关于到这个步行我就在文章上呢看到了一则的新闻这个作家呢他就讲说步行呢有8个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大脑。觉得奇怪为什么步行呢脚呢会跟脑有关系？原来当你在步行的时候，其实你的脑呢也正在动了所以呢，这个大脑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延缓了这个大脑的衰老而且能够增加我们的记忆原来是有这个好处
你会发现你到了40到50岁的时候，你会常常呢都会好像一直忘记东西的，会不会？有没有？所以呢，当我们在步行的时候呢，就能够有帮助到大脑，这个是这位专家讲的啊，这是第一点。OK， 第二点呢，就是步行呢也能够让我们的骨折更加坚壮更加强壮。我们的这个骨骼能够减少呢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而且能够降低呢这个骨折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步行呢也能够缓解压力的，缓解我们的压力，能够帮助我们呢在心理的健康呢都非常有帮助，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啦，减轻我们的压力啦，还有忧虑等等。那么第四种呢，就能够呢好处呢就是能够帮助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脏的健康，能够增强了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呢上班族因为在新加坡工作呢压力很大，所以需要一些时间呢能够步行呢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使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脏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步行呢能够减轻疼痛比如说我们的关节炎有时候会头痛，当我们常常运动的时候，常常有会走路的时候，步行的时候呢，就会减轻呢身体上的各种的这个吃病等等。第六呢，就是能够改善血糖的水平血糖。关于到这个血糖呢，就是糖分那些患有糖尿病的人呢，常常步行呢就能够降低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状我虽然不是糖尿病患者但这个都能够预防都能够预防，能够控制着这个血糖。第七呢，就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原来步行呢能够提高呢这个免疫力能够抵御这个吃病定期的运动呢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重呢都能够减低了降低了那个患癌的这个病症的状态。最后一个呢，就是能够改善睡眠你有发现到最近呢，你很难能够入眠呢可能就是你很少运动，所以当你常常有运动的话，你很快呢就能够入眠而睡觉睡得个好觉所以如果我们坚持的一段时间呢，这样子的来步行呢，都是对我们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这8大要点呢这个文章呢告诉我们的步行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很有健康的。现在我已经来到这个 Jurong East Central 这里，靠近这 Cube 了，才是今天来吃早餐。已经走完这个路程了，现在要来找吃了。哇，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香菇意面多少钱？3块半啊！哇，好。然后吃皮蛋粥。
弟，皮蛋粥，再给我1碗。啊，吃的。啊，没有了，1碗皮蛋粥。这是碟，这边我还是弄不清楚什么是碟哦，什么是碟西，什么小底，什么还有什么啊？碟什么？搞不清楚啊，真的，去了解一下。